有一位男士啊，29岁，相亲认识了一个31岁的姑娘。虽然姑娘年龄大点啊，但是也算是盘量调顺，看着很好。这男士又特别有自信啊，哎呀，自己年轻又帅气嘛，条件还不错，985的硕士研究生啊。这姑娘才是一个普通本科，他就想着这1个月啊没问题，肯定能拿下。于是呀，是早请安晚问候的，天天就差追这个屁股后面去了。哎呀，一到周末就约出来，那显得是老积极了啊。可这姑娘呢，就是不温不火，你不约她，她不出来；你不发信息问她，她是不带回复的。哎呀，一问吃什么，随便去约会吧，看时间，给她送点东西啊，还得看她脸色。哎呀，这1个月呀，这舔狗当的是直接没了尊严了。这姑娘呢，就有个闺蜜啊，28岁，这个男士啊工作不顺，她就主动关心。帮男士是出谋划策追他朋友啊，没事呢就请这个男士出来吃饭，主动嘘寒问暖，节假日呢还主动发红包送礼物去慰问这个男士。哎呀，这男士就追这个姑娘1个月之后啊，突然是招呼都没打呀，就拉黑了她，转身就跟她闺蜜好了，把这个姑娘气的啊。这姑娘知道之后就骂这闺蜜啊是第三者绿茶，明知道这男士在追她，还主动去勾引这个男士，不爽要去找我告状。说自己其实也是喜欢男士的，但是就觉得呀，这男士啊才追了1个月啊，还不够努力，应该再追几个月他才能同意。听完我是真的无语啊，让我直接给怼了回去。你这不是该吗？这不是作的吗？哪个男人不喜欢愿意主动关心自己、照顾自己、对自己好的，认可他的女人？被别人挖墙脚，那也是你自己作腾的。为什么很多男人都吃绿茶这一套啊？绿茶的优势不是在于说长得漂亮、身材有多好，她的优点在于啊，她不像某些相亲的女孩子一样高冷。他会去主动啊对男人好，耍些小心机，对吧？对男人去投怀送抱，时不时的鼓励啊、赞美、吹捧、安抚这个男人。那男人的核心情感需求就是这些啊，那被鼓励、被崇拜、被认可、被理解，这些绿茶都做得会很好。抛开他们的道德素质，要是你的话，你会不喜欢那些能理解你、对你好的人吗？你会去喜欢那些整天端着啥也不付出，还指望着别人去主动去追去舔的女人吗？相亲市场有时候确实是太现实太冷漠了，很多女人总是去给男人很多的压力啊，认为男人就是要追我的，欠你的吗？这聪明的女人从来都是主动出击的，会撒娇认可男人，主动去关心问候，说话也是轻言细语啊，这个温柔软糯，哪个男人不喜欢？被挖了墙角就说人家是绿茶，你得反思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为什么这个年龄还一直被剩下？记住啊，不是绿茶太优秀，而是啊对方呀是衬托的太好了。好多的相亲女啊，理所应当的去享受对方对她的好，也从来不夸奖这个男人，就一副啊，你跟我相亲你就应该追我这样的高冷态度。礼物呢买的不好，嫌弃廉价；红包发的小呢又嫌弃太抠，很少去表达赞美和欣赏对方，不懂得给男人提供情绪价值，看到的只有对方的缺点和不足。我呢也不是在夸奖绿茶，而是你需要啊从问题看到本质。当然呢，可以指责绿茶挖墙脚不顾及道德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从绿茶的经验当中去提升自己。正所谓呀，师夷长技以制夷，我们要把绿茶的技巧学以致用。当你们的感情很好的时候，你觉得绿茶它可能会有机可乘吗？男人呢也是有脆弱的一面啊，不要总是因为这个性别偏见，误以为男人就不需要关心和鼓励。绿茶呢正是拿捏了男人这一点啊，才能够趁虚而入。人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拒绝不了别人对你好，你也拒绝不了别人对你温柔的，温柔是很有杀伤力的。这种包容和理解，就从这点上面来说的话，你别说男人了，我一个女人我都会很吃绿茶这一套的。哎呀，一大早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博士啊，要找对象，愣是血压给我干到了180呀。84年未婚，在深圳工作，年收入50多个，收入还可以啊。他来找对象，点名就要找条件门当户对的。我问他具体的择偶要求，他说男方呀硕士以上学历，身高不低于170，全款车房，年收入要100万。哎呀，听得我直接是愣住了啊！还没完，接受离异不接受带孩子的，另外要求男方人品端正，性格要好，情商在线。哎呀，听完我就头疼啊！越是年龄大，条件优秀，越这么找对象，他越找不到啊。我问他，你觉得深圳这寸金寸土的地儿有多少人能买得起全款？他说年薪100万就可以啊，攒个几年，怎么就不能买个房子嘛？我问他50岁的考虑吗？他一听不考虑。我还不到40岁，那找个50岁的，那绝对是对方占便宜了呀。我说这除了年龄上大你一大截子的人能接受你，同龄的男人能符合你这要求的，他也不接受你啊。他说我一年50多个，有车有房，不优秀吗？那多少男人都比不过我，怎么就不接受我呀？听得我那急的呀，怎么40岁的人了找对象还跟做梦一样呢？相亲讲究的不是你条件多好，而是总分相当的情况之下优势互补。互补懂吗？你的优势是你有钱，他的优势是他有钱，这不是互补。
古人说呀，郎才女貌，现在呢，很多社会企业家都娶女明星的。那你啥时候看到企业家娶女企业家的？有，很少。那些年薪达到100万的男人，在中国也算是凤毛麟角了。他的优势在于有钱、有车、有房，他缺的一定是性格温柔、贤惠、年轻、漂亮的另一半。优势互补存在，两个人才能够紧密稳固的结合。他听完反问我呀，我就没有优势吗？我问他婚后你愿意拿出钱来给家里花吗？他说不愿意。现在不都是男人负责养家吗？哎呀，咋地？这男人赚钱养家，你的钱你自己花呗。这姑娘说对呀，你看看你把你唯一的优势都给堵住了。他赚的钱负责养家，还要为了你的要求买车买房，全款付出那么多，他跟你在一起图什么呀？还是你说是盘量调顺，长得像明星，有其他方面的优势，性格超级温柔，等他来互补呢？想必也不是吧。这姑娘听完和我说呀，如果我要求很高，但我降低一点可以吧？年薪60万我也可以勉强接受。我一听，我的妈呀，没有。我好心劝他，你可以找一下男人其他的优势，那些年薪20-30万的，有房虽然有贷款，但性格稳重，工作稳定，那父母家庭教育比较好的都可以啊。你们互补，男方也有愿意认识你的动力。这姑娘一听啊，摆手就走。我不想找低于我的条件的，不然我干嘛要嫁人呢？还不如我自己活得精致。哎呀，听得我那个急啊！想找对象你就得换位思考，按照你的要求，别人又要有钱，又要提供车房，还无贷款，平常出钱负责整个家庭的开销，同时还要幽默有趣，说话体贴，让你精神满足。他图的是个啥呀？他找谁不行？有这条件，他为什么不找个25岁年轻漂亮的姑娘呢？这个对于我来说都不算啥。今天唠一个尺度大一点的话题。我这人脸皮薄啊，我那王八和刺猬他们脸皮不厚，本来不太想讲，但是又觉得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人遇到过，不如分享出来。这几天就很奇怪啊，接的蛮多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就是，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，发现对方那方面不行，要不要结婚？哎呀，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度啊。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，反正是一通诉苦啊。她是去年相亲认识一个男士，人对她很好，家庭条件也没得挑，两人谈了半年呢，是顺利见了家长，上个月订了婚。这5一放假，两人就琢磨着得找点事干呢，就约着一起出去旅个游。晚上呢也是第一次住在一起，本来想想这是一件很激动很美好的事情啊，结果发现男友那方面不行，尝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，这心情瞬间也没有了。出去了5天，吵了4天，回来之后这姑娘就微信上跟他提了分手，然后拉黑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女方父母知道之后也是坚决要退婚男士甚至是跪地去挽留女友，被女友父母一句话给怼了回来，不希望女儿以后守活寡。正好昨天还有一个类似的咨询，有一位男士跟我说呀，自己跟女友谈恋爱2年，性生活次数也是非常少，主要原因是在女友身上。这个女友直接告诉男方自己性冷淡，而且喜欢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，以后准备丁克。因为特别爱女友嘛，就没有跟女友提过过多的要求，觉得只要两人能够在一起，感情好，慢慢的以后都会有所改变的。可结婚之后的3年，两人的性生活基本是1年1次。女方对性生活是越来越抵触，男方说自己很痛苦，让他一度觉得想要放弃这段婚姻。他说因为性生活不和谐，毁了他对婚姻所有的幻想和美好，让他遭受别人的非议和耻笑，丧失了对人最基本的信任。他说自己很自卑，不敢再去爱了，现在浑身充满了负能量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。你要问我性生活对婚姻的关系重不重要？通过数据和咨询的案例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很重要。我给别人分析情感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是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上去分析的。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出这个话题来讲，是因为很多人你在现在或者是未来基本上一定会遇到的，但是这又是一个难以开口的话题。我先拿几组数据来说话先看一下2021年中国婚姻生活状态报告里面，伤害亲密关系的主要原因，性生活不和谐排名第4。2019年呢，民政局公布了最新的离婚大数据，这一年共办理结婚登记的是947.1万，离婚登记的有415.4万，也就是说离结比高达了 43.8%。 中国的离婚率在那一年已经连续16年上涨，逐年攀升的离婚率的原因性生活不和谐竟然占到1半以上。有些人就会跟你抬杠拿父母那一辈的爱情去做比较，说那个时候面都没有见过，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就结婚了，也没见得到处说这个不和谐就要离婚的。过去和现在那是2个年代，过去的婚姻更多的是维持生计。我记得张爱玲说过一句话，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，那婚姻就是一场长期卖淫。你再看看现在的社会，为了讨生计而维持婚姻的真的没有那么多了。时代越近呢，大家都对性的需求越来越看重。
当然，如果你跟我说你需要的是柏拉图式的恋爱，觉得两个人精神上有共鸣就可以天长地久，那你们就当我放屁。我说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。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呀，虽然性不是恋爱的全部，但缺少性的恋爱呀，总是觉得少了很多的乐趣。而且更加恐怖的是，我们才是20多岁的年龄，在这个年纪本来就应该是欲望最强的时候，但我们俩屈指可数的性生活次数，让我一眼看到了婚后长期的无性生活。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婚姻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。一段真正好的婚姻一定是和谐的夫妻生活，加上互相的宽容，加上彼此的搀扶。夫妻生活呢是婚姻的基本能力，也是夫妻的义务。遇到问题先不要冲动以分手为结局，先去解决沟通，互相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想法，才会让一段婚姻能够长久和幸福的走下去。